大家好，我是小燕。今天我们来做一款用天然色素、美发粉、酵母、汽水或伊诺也能开裂的火龙果效口发膏。这食谱需要用到1到2颗红色果肉的火龙果，切开后将果肉舀出来放在布上，再将果肉弄小块一些，这样会比较好扎制。然后我们只需120克的火龙果汁，接着准备一个无油无水的大碗，3粒 A 级的鸡蛋，蛋白分好后先盖起来，我们等下才用。将蛋黄放进火龙果汁里，再加入30克玉米油、60克浓椰浆、和少许盐提味，然后再将180克水磨粘米粉过筛进去。可以随意的搅拌到没有干粉为止，因为粘米粉是不会起筋的。然后盖起来让它休30分钟。粘米粉吸水后会比较好蒸熟，这跟蒸饭的道理是一样的。这时候我们可以先准备一下模具，用中号的铝杯来垫底，因为这款纸杯比较软，需要铝杯稳固形状。然后放入中号的发糕纸杯。大部分人喜欢用纸杯蒸发糕，因为比较方便拿去拜拜或者送人，看起来也比较卫生美观。当米糊修得差不多时，我们就先来预热蒸笼。打开修好的米糊，搅拌看看，你会感觉到它变更浓稠一点了。接着在蛋白里加少许柠檬汁或白醋，然后用电动打蛋器高速打发蛋白。蛋白打到出现出泡泡时，开始将45克细砂糖分3次加入。要再少糖的朋友可以再减10到15克。打到像这样纹路越来越明显时，可以停下来提取打蛋器看看，如果有这样直立不倒的小尖峰就可以了。然后将蛋白霜分2到3次加进米糊里，翻拌均匀。再把拌好的米糊舀进模具里，要将米糊倒至9分满，这样蒸出来的效果会比较好。先将烧开的蒸笼转小火，不然蒸汽会烫伤手哦。将模具一个个放进去，
关上盖子，大火蒸8分钟。如果不是用竹蒸笼的话，锅盖要记得留缝，让它透气，像我们之前分享的蒸蛋糕方式。蒸好后关火，再焖个8分钟，让余温将发糕焖熟和定型。由于不同的火炉会有不一样的火候，我给出的时间和火候只供参考。将发糕放在凉架上晾凉。将这些铝杯清洗干净后，就可以再重复使用了。我们之前也分享过红曲米传统发糕，不过和这次的发糕口感不一样。这个吃起来很像最近分享的蒸蛋糕，绵密湿润，而且多了一份米香味。如果你也和我一样比较喜欢用天然食材来烹饪，那么你一定要试试看这食谱哦。接下来总结一下我的心得。由于我们是用火龙果的天然红色素和蛋白霜的纯物理发泡，长时间高温蒸的话会导致变色和塌陷。我们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啊！而这些呢是温度偏低的，而且颜色虽然保持得很好，但却笑在心，口难开。既然晋级不了成为笑口发糕，就把它当作米蛋糕来吃，也很好吃呢。所以说，温度、时间和模具对这款发糕的影响很大。我个人就尝试了很多不一样的模具，除了材质有影响之外，模具的构造有更大的影响。比如马芬杯内部有防油材质和北海道蛋糕纸杯。同样陶瓷材质的大口碗、大茶杯和烧酒杯，还有同样的纸杯但放进不一样高度的铝杯里。我的实验结果是，用类似这种构造的模具以及内部不要涂油或有防油材质的，蒸出来的发糕会发得特别的好呢。这个发糕的做法是我上次做紫薯小蛋糕时无意间发现的。只要拿捏好粉和水的比例，以及面糊里有吸水性很强的食材，就能让它在蒸的过程中爆裂。过后我还不断调整食谱和做法，尝试做出比较理想的样子、口感和味道。前后后大概试了13次吧。这不是零失败的容易食谱，想尝试的朋友建议请先试看1粒蛋的食谱分量。还有，我比较喜欢用这款泰国进口的3象牌水磨粘米粉，它是100%大米制成的，因为有一些牌子会参与米粉，购买的时候要注意一下哦。最后扎完制的火龙果肉，可以加香蕉、苹果、酸奶、冰块和水，打成一杯能促进肠胃蠕动又高颜值好喝的水果酸奶昔。好啦，这期的分享就到这里，喜欢的话请点个赞、订阅和分享哦。我们下个视频再见，拜拜。